3000岁的绝世师尊逼我生娃，我却遭魔女暗算，被强行毁了100年清修。我愤而闭关闭世，万没想到，如今这老头已经把逼婚的魔爪伸向了满门师兄弟。老二，为师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孩子你到底是生还是不生？一点也生不了。我的无情剑意已参至化境，女人和孩子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孽徒，老三，你呢？生不了。我的金刚不坏神功已修至铁石心肠，即将踏入肉身不朽境，女人只会让我变得软弱。又一个孽徒！师傅您是知道的，徒儿我向来万花丛中过，只走肾不走心。呸！渣男！各位火祖宗，行行好行吗？为师那帮老友现在天天都在溜曾孙了，我堂堂一宗之主，连个亲徒孙都没有，我都快没脸出去串门了。你们能不能别天天窝在家里死修，多下山去浪一浪，娶个3妻4妻，生几个胖宝宝，它不香吗？师傅，实在不行，让大师兄生呗。对啊，让大师兄生。别跟我提那个没出息的东西。9年前在藏龙谷，他顶着修炼了500年的纯阳之息，居然被魔族妖女给骗了纯阳本源。结果呢，那女人的肚皮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师傅别慌，徒儿前几日在荒泽斩杀了一头万年蛟龙，得了这2颗极品阳元宝珠，悄悄给大师兄融入体内，保准让他重振纯阳本源，百发百中。我操！论缺德还得是你啊，老六！这逮着他一个人往死里坑，是不是太不厚道了？您要是舍得您那没影的徒孙，那就算了。坑，往死里坑！只是他闭死关整整9年，不知印出了几剑，咱们几个加起来干得过他吗？干什么干？一包神仙岛放翻，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珠子给他配上。那谁去负责施展灵香？您去！大胆孽徒！暗渊圣女，你来做什么？你身为暗渊之主之女，9年前在藏龙谷以迷魂引暗算我们大师兄陆长明，夺了他的纯阳本源，害他修为大跌。至今大师兄都还在必死关，你居然还敢亲自送上门来！奴家苏婉音参见剑圣前辈，今日贸然拜访，只求见长明一面，有几句话想与他说，恳请前辈准许。你们看，这丫头是不是旧情难忘，想给长明之名生个孩子？我看像。机会都主动送上门了啊！快让大师兄出来收了他！你们确定大师兄出关后不会一剑镇压了他？一日夫妻百日恩，大兄心善，肯定不会批的。大师兄，师傅有令，让你即刻出关。出什么事了吗？大好事儿。好事就是没事，没事喊我出关，肯定又是想坑我。不去。哼，怎么不说话了？被老子猜中了吧？是不是老头子又催你们寻找道侣传承子嗣？你们顶不住推到我身上了，所以着急骗我出关。我闭的是死关，神功大成前绝不出关。看我的！不出来就算了，就是9年前暗算你的那个暗渊妖女闯上门来了，正在大殿里到处嘲笑你修为羸弱，是个根基尽毁的废物。妖女在哪儿？主峰大殿。老六，论缺德还得是你啊！妖女，我不去找你，你竟敢主动送上门来挑衅，还敢嘲讽我修为羸弱！看他这般恨我，那晚的事，他果然全都不记得了。也是，他陷入那般深重的迷魂幻阵。灵石受损，极其苦涩的冰魂，又怎会记得？长明，对不起，我知道你恨不得将我一剑镇压，但在驱逐我之前，请容我说完最后一件事。还有，刚才在大殿里，我真的没有嘲笑你修为羸弱。有戏啊，家人们，绝对是要表白的节奏。等会儿只要这暗渊圣女一开口，咱们绝不能给大师兄出剑伤人的机会，直接打包送入结缘法阵。师傅放心，醉仙香加极品阳元珠双管齐下。今晚高低让大师兄重塑纯阳本源。哼，少来这套！你又想耍什么诡计？那日在藏龙谷与你意外结缘之后，我便孕育了你的血脉。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辈，自古正邪不两立，晚因自知难辞其咎，但这血脉是无辜的，求前辈大发慈悲，饶这无辜的孩子一命。所有的罡风凡事，皆由晚因一人扛下。孩子呢？在哪儿？弟妹，你10000个放心，只要能确定是我大师兄传承的血脉，我们神剑宗不但绝不嫌弃，还绝对把他当活祖宗一样捧在手心里供着。对，只要孩子是大师兄的，别说孩子无罪，就算你今天把大师兄一剑镇压了，你都无罪。何止无罪啊！你简直是我们神剑宗开宗立派以来的大功臣，第1大功臣！快说，我的宝贝亲徒孙到底在哪里？你们疯了吗？别听他的鬼话，这暗渊妖女肯定包藏祸心。昌明，你赶紧给老夫撒手，快放开他，让他把话详细讲来。放手！大师兄，你干什么呢？人家姑娘大老远来一趟容易吗？远来是客，你还有没有点我们神剑宗的待客之道了？站远点，别把人家吓着。荒谬！你们到底跟谁是一伙的？还有没有点正道的底线了？当年那件事后，我便孕育了长明的血脉。我是暗渊之主之女，却有了正道渐修的血脉，正道容不下她，暗渊更会将其视为异类。我不敢声张，只能借着外出历练的名义，偷偷去往下界的青云大陆，在那里把孩子生了下来。生得好，生得妙啊！哈哈哈哈哈哈！老夫终于有亲徒孙了。我不敢带他回灵界，只能将他寄养在下界一户陆姓人家。我给他取名陆思音，今年已经8岁了。长明，我知道下界的神剑学院是你一手创建的，不出意外，今年定能考入学院修习。到时候见到他，你自会明白。如今我这边出了一些变故，今后恐怕再也没机会下界看他了。我实在放心不下，这才冒着大险来找你。你放心，我发誓永远不与他相认，绝不让我的暗渊身份连累你和神剑宗的清誉。真有传承血脉了，这暗渊妖女是不是想拿血脉来乱我无上道心？该交代的事我都说完了，你今日若不拔剑镇压，那我便走了。丫头，你先安心回去，等我们亲自下界把那小徒孙接上来，确认你所言非虚，老夫定会亲自带他去暗渊找你，让你们母女团聚。不要来找我，长明，对不起，我已被众神殿的无上神子强行钦定为祭品，命不久矣。若你带着孩子来找我，一旦走漏风声，哪怕你是下界第1剑修，在众神殿面前也如同蝼蚁，你和孩子都会被化为飞灰的。长明，无论你信不信，我此生有且只有你一个男人。还有，当年在藏龙谷那无解的迷魂大阵，真不是我布下的。真不是我布下的。嘿嘿嘿嘿！大胆孽徒，你们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眼神？不会以为当年那坑人的迷魂阵是老夫给长明布下的吧？半个月前，天资卓绝的陆思音分明通过了神剑学院的招生考核，可掌榜之日，他的名额竟被城主府的千金强行顶替。思音的家人悲愤交加，来到学院状告城主重金贿赂主考官。谁知学院高层早已与城主府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你们一家跑到学院恶意诬告，坏我天蓝圣武学院100年清誉，如今想走，晚了，重罚可免，活罪难逃。不仅坚称名单无误，反而倒打一耙，给陆家扣上恶意诬告的重罪，将女孩的家人尽数拿下。我宣布，白凤城蝼蚁张大山陆南诬告我天蓝圣武学院招生造假，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按律当受极刑，但念其初犯，特免重罪，各承受50记玄铁灵棍。陆京晨，身为我神剑学院在读学子，不思维护学院声誉，反伙同刁民家人抹黑学院，品行恶劣至极，即刻废除修为，震断灵脉，逐出学院。至于陆思音，年仅8岁，念其年幼无知，尚无完全责任能力，当众施以2记灵力长戒，以示惩戒。不要，都是我不好，是我非要来考学院，是我害了爷爷和大哥，都是思音的错。小妹，你给我站起来！你没错，错的是这群披着人皮的恶徒，我就要告！今天就算燃尽最后一点本源，
我也要告到底！我就不信这朗朗乾坤这群奸佞之徒真能在这天伦圣武学院一手遮天！陆京晨，你这个废物想干什么？来人，拦住他！敲着明渊天鼓，将我陆家所受之滔天冤狱速达天庭！放肆！你一个被废了修为的戴罪之人，有什么资格敲击明渊鼓？你急了，因为你怕了。来人呐，封住他的经脉，即刻将这一家蝼蚁像狗一样驱逐出城！此仇不共戴天，定要百倍奉还。终有一天，我陆思英定要将你神剑学院夷为平地。难道陆家今天真的要彻底覆灭了吗？城主府有令，斩草除根，镇压！前辈，救命！你叫什么？我叫陆思音，前辈，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别怕，我把他们送去了一个绝对安全的洞天逢地疗伤，我保证会将他们治得完好如初。谢谢您，谢谢前辈。什么无情剑道，什么女人和孩子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极其艰难，极其缓慢准动。原来这就是血脉的剧动吗？你别哭，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加害你？我不哭，思英最听话了。前辈，他们是城主齐家派来的，是因为小女孩抽噎着，将城主府篡改名额，神剑学院同流合污倒打一耙的冤屈始末，一五一十的讲述。神剑学院，好啊！老子当年亲手建立的学院，不过才过去短短400多年，就已经从根子上烂成这副吊当了吗？小丫头，你敢不敢跟我回去？我带你去把那面明渊鼓一剑震碎！前辈别去，他们人多势众，会镇压您的。连明渊鼓都不让人敲，那这从根子里烂透的破学院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别怕，闭上眼。大胆蝼蚁，臭丫头！上午审判官已经大发慈悲，饶了你一条性命，你真是不识好歹，竟还敢带个疯癫之人回来偷偷敲冤鼓！看来连你的灵脉也得一并废除了。鸣冤鼓就是让人鸣冤的，你们守着鼓不让人敲，显然是做贼心虚，干了坏事，该被废除灵脉的是你们才对。小孽障，嘴还怪伶俐的，老子现在就对你施以禁言极刑！镇压了！有人强闯山门，镇压了！大胆，竟敢在我神剑学院大闹山门，罪无可恕！镇压！前辈，就是他把我爷爷和父亲重伤，还让人废除了我哥哥的灵脉，不许哥哥敲鸣冤鼓。阁下究竟是何人？敢在我神剑学院门前大闹山门？你是要与我整个神剑学院为敌，与天下正道开战吗？告诉我，为什么要震断他哥哥的灵脉？因为规矩，一个涉嫌诬告的戴罪之人，根本没有资格敲击鸣冤鼓。天蓝圣武学院院规，
第9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他人敲击明渊谷，哪怕是学院创始人陆长明，也不例外。违令者当场镇压。回答我，是谁给你的权利？敢凌驾于我，敢凌驾于院规之上？你别管是谁给的权利。竟敢镇压老夫的孙女，我要连头都没回！我天，这人到底是谁呀？剑指随便一扫，连碰都没碰到，就把8境修为的执法堂大长老给隔空制住了，这也太夸张了吧！根本没见过，看那一身打扮，像个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人。我看啊，就是这神剑学院做的不对，压着不让人家敲明渊谷。现在好了，踢到铁板了吧？阁下究竟是何人？为何要来我神剑学院喧哗扰序？快看，是神剑学院副院长顾长生出来了。顾老可是名震天下的8境大圆满强者，怕是难制住。我看顾长生平日里显然也没师傅短脾气，他要是有十足的把握，早就一掌制住他。我是谁不重要，我来只想给陆思音讨一个公道。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放肆！你制住了我学院这么多人，将这里搅得灵光微散，你竟然还反过来找老夫要交代？难道陨落这么多人还不够吗？远远不够。那你想如何？我要的是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正，你能给吗？丫头，你敢不敢自己走过去，敲响那面明渊鼓？丫头，你记着，这面鼓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而敲，你更是为了天下所有和你一样寒窗苦读天赋异禀，却被这群权贵无情顶替了名额的可怜人而敲。我敢。去吧，有我在，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人能动你一根汗毛。完了，这面鼓一旦被敲响，总院的暗格就会立刻降临。到时候我们这些年干的那些权钱交易的龌龊勾当，全都要被晾在太阳底下。放肆！给我站住！别理那个跳梁小丑，遵照你的本心，你就敲烂它，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等等，吾乃神剑学院院长张启正，阁下且慢动手，老夫可以破例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晚了。阁下当真一点颜面斗雷光瞬间变得暗沉旷漏，非要玉石俱焚不可吗？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如此，镇压！今日之事绝不能泄露半句，镇内所有人一个不留抹除，全部抹除！这不可能！这薇娅，你到底是谁？张启正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不留，他是要连我们这些看热闹的百姓一起制住吗？我刚才分明被阵法锁定了，他就是想掩盖真相。不像话了，咱们白凤城的这个天蓝圣武学院已经从里到外变了味儿了。丫头，快敲明渊鼓，敲响它，让总轩的人来查处这帮不公之人。奉总院法旨，即刻全面封锁天蓝圣武学院，上至院长，下至杂役，所有人必须原地配合调查，胆敢违抗者，当场制住。吾乃神剑学院暗阁统领燕南天。小丫头，从现在起，暗阁对你进行全方位最高级别保护，不要害怕，大声说出你的滔天冤屈。只要你所言为真，
吾必定还你一个绝对的公道。阁下究竟是何人？神剑学院门前这满地丁符之尸，都是你制住的？不制住这帮拦路的阻碍者，这鸣冤鼓敲得响吗？倒是你，身为监察天下的暗阁统领，任由学院败落至此，你有罪否？我有罪。监察不力，致使良善蒙冤，是我失职。待今日之事查清结束后，燕某自会卸下佩刀，去总院领受彻骨雷罚。燕大人，我叫陆思音，家住白凤城，我分明考过了考核，却被……燕大人，就是他，他就是顶替了我名额的燕长欢。没错，本小姐就是燕长欢，燕南天是吧？你要查我，那你知不知道我家老祖是谁？不知道，洗耳恭听。说出来吓死你！我家老祖名叫燕龙，当年可是曾跟随初代院长征战南北，一手建进这天蓝圣武学院的绝代功臣。算起来，这半个天蓝圣武学院都是我们燕家打下来的。失敬失敬。哼，无知蝼蚁！你以为敲响了鸣冤鼓就能告倒我？天真！我家老祖乃创院功臣，这学院的规矩都是我家老祖定的。本小姐能用你的名额，那是你祖上积德的荣幸。公平公正才是神剑学院的立根之本。今天就算你亲爹是初代院长，你也得守学院的规矩。好，小姑娘说的掷地有声，公正公平正是我神剑学院的立根之本。如今有些人仗着祖上那点微末功劳，早就把这4个字抛之脑后，把学院的铁规踩在脚下，作威作福。这股烂透了，必须得治。燕南天，你什么意思？我家老祖可是燕龙，你一个统领敢处置我？敢在天蓝圣武学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你祖上是谁，违反规矩就得承担相应责任。好大的口气！燕大人好威风啊！燕大人何必斤斤计较，非要为难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呢？爷爷，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乖孙女别怕，有爷爷在。我看今天谁敢动你一根头发！老朽乃燕家当代家主燕峰，曾祖父正是创院功臣燕龙。燕统领，这桩小事你确定要查到底，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燕家留吗？本统领是在严格按照神剑学院的规章办事，法不容情。燕某并未斤斤计较，更没有闲心去为难一个孩子。燕大人，多大点事儿啊！区区一个名额而已，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老夫随手赏他一个便是。我的名额是我自己凭本事考来的，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不需要你施舍。放肆！不知死活的臭丫头，谁给你的胆量，竟敢对老夫说教？信不信老夫现在就……谁干的？启禀燕统领，全查清楚了。陆思英的名额确系被燕长欢违规顶替，燕家重金贿赂主考官，篡改了天道招收名单。陆家人前来学院申冤，被监察院与执法堂联手阻拦，违规扣上恶意诬告的罪名。为阻止陆家长孙陆金晨敲假鸣冤鼓，执法堂更是当众损伤其灵脉，意图掩盖真相。好大的胆子！所有涉案串通之人，镇压！燕家行贿操纵名单之人，镇压！顶替他人名额进学院者，镇压！燕南天，你敢？我家老祖可是燕龙，你若敢动我，你要干什么？小小年纪便心思如此歹毒，长大了还了得？所有人一律严办，法不容情。诺！死道友不死贫道，抱歉了各位，别怪老夫不救你们，实在是这姓燕的太狠了。你们一路走好，只要牺牲你们把这事儿平息了，保住老夫的院长之位就行。启禀统领，顺藤摸瓜，查出惊天大案。这所分院竟另有整整几百个被权贵顶替名额的冤假错案，更有巨额贪腐无数。涉案之人，上至分院院长张启正，下至守门门卒，几乎全员烂透。好一个从上烂到下的分院！传本统领令，全部严查严办，绝不姑息。燕南天，吾乃分院医院之长，你不过是个暗科统领，你没有权利直接定老夫的重罪。就算老夫犯了大错，也该由总院的监察院来会审。老夫要去总院
老夫要去总院告你！想去总院可以，但在去之前，先把你们贪赃枉法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交代清楚，否则就是暴力抗法。暗阁皇权特许，有权先发制人。该讲的我们都已经讲清楚了，你还想让我们交代什么？叶南天，你莫非是想刻意刁难不成？交代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万一调查中出现意外，影响了你们的神智，那可就太难看了。我只数3个数，乖乖下了配合和调查则罢，若不然，别怪本臣领按规处置。3、2。这矿徒真是烦了！冲出去！是。反抗者当场镇压。住手！叶南天，还不快给我住手！命令令你即刻收队！鸣冤鼓响，天下皆知。本统领正是在严格按照神剑院规清查此分别，待将这群蛀虫查清定罪后，燕某自会回去复命。徐凤老前辈，您作为总院监察院的院监，对院规肯定熟胜于心，对这些违规乱纪之人定然深恶痛绝。您不妨帮晚辈看看，这底下成百上千条被顶替的违规案件，该如何处置？燕南天，老身只问你一句，你今日是非要违背总院院长的法旨吗？徐凤，你当真是老了，连耳朵都不灵光了。本统领刚刚说得很清楚，待查清卷宗后，自会回去。院长法旨，命你立刻收队。办不到。好一个狂妄的庶子！既然如此，那你这暗阁大统领的位子也算是做到头了。总院有令，暗阁统领叶南天抗令不遵，即刻革除其统领职务。烂了，从根子上烂透了，连总院监察院都成了这群杜厨的保护伞，一群蝇营狗告的烂人当道，这天下哪还有半分公平公正可言？兄弟们，当年初代院长建立神剑学院的初衷，是希望天下每一个身具灵骨的孩子，不论贫穷富贵，不论高低贵贱，都有握剑向天改写命运的机会。可如今呢，一群硕鼠正趴在学院的根基上贪婪侵蚀，大夏将倾，吾辈渐休。庶亲败类！放肆！燕南天带着你的人，你们是要造反吗？如果肃清这学院的贪腐和烂人就是你们口中的造反，那老子今天就造了你们的反！好得很。既然你执意抗命，老身便依法处置你。暗阁统领燕大天违规抗命，拒不配合，总院神未听令，当场镇压，全数清剿。兄弟们，为了天下寒门，这怎么可能？一群暗阁的下属，怎会有如此惊人的战力？老朽，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在哪里找来的这群悍不畏死的暗卫？老子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他们全都是那些出身寒微却被你们这群权贵无情顶替了名额的受害者。我把他们从烂泥里挖出来，聚集在一起，耗尽我的家底资助他们修炼。我不为别的，我就是想用他们手中的刀，亲手斩破你这只蠹虫的护体香气，告诉全天下，我们寒门也行，也行！哼，行什么行？行还用得着在这儿穷途末路的抗命吗？老身早就料到你这庶子生有反骨，所以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都滚出来吧！父亲，南天，你糊涂了吗？你想葬送我们燕家满门吗？还不快快放下武器，向院监大人低头认错呀！你斗不过这天大的权势的，爹这把老骨头可以陪你一起死，可你不能拉着全族老小几百口人跟着覆灭。许凤，祸不及家人，你堂堂总院院监，简直毫无底线！燕南天，你都已经是活了4、500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3岁小儿一样？世间行事，哪来身手里的什么绝对公平？老身就是天理。苍天有眼，这
就是老子要的公平公正。总院禁令，违者斩。不能查呀！不能再查了！南天，你非要让全族陷入困境，让燕家绝后吗？收手吧！父亲，自古忠孝难两全，儿子不孝，今后不能在您膝下尽孝了。今日我在此昭告天下，从这一刻起，我与家族割不断义，我所行之审判，所讨之公道，皆系我一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燕南天，我看你真是迷失心智了。骑兵总院长燕某没疯，我只是在跟随初代院长的脚步，想用手里的刀，为这天下无权无势的穷年寒门，硬生生劈出一条公平公正的活路。燕南天，照你这意思，是觉得那些无权无势的穷苦之人已经没有资格进我神剑学院修习了？你要不要现在就去查查，多少穷苦出身的学子用得着你在这里哗众取宠？那是他们拿命拼来的，可现在正有人在肆意践踏，破坏学院立下的铁规法则。你身为总院长，难道要为了权贵，公然包庇这群蛀虫？你竟如此冥顽不灵，为了几个底层的寒门子弟，要把整个学院的高层掀翻，简直愚不可及。陈清霜，据我所知，你当年也是连饭吃不上的穷苦出身，你能有今天的通天收为和无上地位，全拜这的公平二字所赐。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年你那个改变命运的名额也被这群权贵无情顶替了，你陈清霜现在会是个什么光景？是堕入风尘沦为玩物，还是饿死在路边化作荒野枯骨？初代院长立下规矩的意愿，就是让全天下命不好的苦命人都能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你抓住了这个机会，爬到了最高处，可你吃饱了，转身就把桌子给掀了。陈清霜，你这般作为，还配称之为人吗？放肆！你找死！怎么可能？你是谁？裁决他，从今天起，你来当这个总院长，给我肃清学院。你们不能裁决我，不能裁决我！吴老祖，救命啊！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屡屡与我天蓝圣武学院为敌？滚下来！阁下，想必是从上方灵界降临的大能吧？但你可知，我神剑学院的初代院长乃是上界第一大宗神剑宗的首席大师兄。你今日祸乱神剑学院，难道是想凭一己之力跟整个神剑宗全面开战吗？想救人，须先肃清。人性本贪，通往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注定要用蠹虫的代价来铺就。你还敢往前走吗？有何不敢？狂徒，你可知这是何物？此乃神魂之令，是我神剑学院初代院长飞升前亲手所留的底牌。只要我将其捏碎，立刻就能呼唤他老人家的神魂下界御敌。你们今日必将付出代价。我不住，我这个。你转行当乞丐了？出了点意外，注意点形象，丢不丢人？好的。对了，你的浩然正气功炼制大成了吗？别提这个，一不小心被上界的魔女给破功了。你堂堂第一剑修，竟然没守住自己的纯阳定力，太让我失望了。意外，纯属意外，真没把持住。罢了，本就是一具分出去了几百年的神魂，你也堕落了，你高兴就好。所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把我召唤出来干嘛？哼，不是我喊的，是他们捏碎了令牌喊你出来，镇压我。院
祖啊！此人行事乖张，扰乱您亲手建立的天蓝圣武学院秩序啊！您快出手制止他！哦，颠覆就颠覆呗。早看这乌烟瘴气的地方不顺眼。院祖，万万不可呀！神剑学院乃是您当年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才创办的千秋基业，怎可说颠覆就颠覆啊？怎么，老子自己建的学院，老子今天不高兴了，自己砸着玩不行吗？我创立学院是为了天下苍生，但我本人不是救苦救难的悲悯之神，少拿这套来道德绑架我。还有，你个昏聩无知的老朽，你捏碎老子当年留下的魂令，把我大老远唤出来，去裁决我的本体。你这心智是被门移了，还是已然溃散？啊，本体。属下暗阁统领燕南天参见院祖。丫头，你觉得这神剑学院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坏的是人心，不是学院。只要把坏人全都赶出去，学院还是能教穷苦人家本领的。燕南天听令，从今日起，我命你为神剑学院新任总院长。持此清风剑，整顿学院风气，坚守公义之道。规矩在前，不论他是谁，祖上有多大功劳，若敢违背院规，皆一律处置。我今日给了你重塑秩序的无上权柄，但我怎么知道手握着权柄的你，未来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他们呢？我不敢保证我的后代子孙，我的继任者会不会被权力腐蚀、腐化生事。呵呵，你这家伙倒是个实诚人。属下会立下严明法度，动用一切雷霆手段，尽可能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不必这么大压力。我会亲自下界巡查一次，谁敢伸手，我便予以清算。院祖英明。丫头，我洗好了。院祖，别怕，我又不是吃人的妖怪。丫头，你没事吧？那群挨千刀的混蛋有没有为难你？我没事，是院祖救了我们，还施展大神通，帮你们治好了所有的伤。这怎么可能？我被禁术断裂的经脉不仅全连上了，连被废除的修为也都全部恢复了。天哪，我竟然直接突破到6境了！啊，我的境界也跟着突破了。多谢院祖再造之恩，多谢院祖救命之恩。丫头，我问你，你是想回那重建后的神剑学院继续休息，还是愿意跟随我亲自教你修行？哎呦，我的傻丫头哎，你还愣着干什么？这还用考虑吗？当然是跟随院祖修行啊！这可是天大的仙缘。司音，还不快点磕头拜师？司音多谢院祖。在我面前无需磕头，免了。爷爷、父亲、大哥，你们要保重身体，我会想念你们的。你们放心，有我在，我会照顾好司音的。父亲，您说咱们在这荒郊野岭遇到院祖降临，真的只是巧合吗？以院祖那等通天彻地的人物，怎会无缘无故管咱们这种下界凡尘的死活？院祖分明就是奔着咱们司音来的。真没想到小妹的身份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只是不知此生何时才能再见到她。努力修炼吧，只要咱们能飞升上方的灵界，就一定还有再见之日。师父，这里就是灵界吗？这里是神仙们住的仙宫吗？灵界可没有什么仙宫，只有一群无趣的修道之人。飞了这么久，饿了吗？你先吃，边吃我边给你讲个故事。9年前的一天，我跟一位朋友去藏龙谷探险，结果一时大意，被魔族的魔女暗算，只能退回宗门，封闭6时长达9载，想尽快把失去的修为重新练回来。
可我不曾想到，那魔女竟然怀了我的孩子。丫头，你别误会，我绝对没有仗势欺人，是他趁我身中奇毒，灵力受制的时候趁虚而入，强行破了我的定力。这魔女怎能这般不讲理？怎么能趁人之危欺负前辈呢？我是神剑宗的首席大弟子，属于名门正派，跟魔族自古势不两立，所以那魔女既不敢让我知道，让魔族族人知道这桩丑闻，于是她偷偷去了一个叫青云大陆的下界，把孩子生了下来，隐姓埋名寄养在了一户人家里。春去秋来，转眼8年过去，我一直封闭6劫，对这孩子的事全然不知。直到今日，魔女走投无路找上门来，将事情和盘托出。我知道后，立刻撕裂虚空下了界。我找到了那个被欺负的孩子，并把他带回了这灵界山巅。前辈，我就是那个孩子吗？你带我回来，准备怎么处置我？抱歉，对不起，可能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吓到你了，丫头。我的意思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否则我哪怕拼了这条命，也绝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下界受什么欺负。当然，身为父亲，缺席了8亿次机会，让我用余生好好照顾你，弥补过错。可是我是魔女生的孩子，我是正派眼里的禁忌血脉，这灵界他们容得下我吗？别害怕，我是你爹，有我在，这灵界谁敢不容你？我一剑劈了他！就算我真打不过，你还有8个修为通天、杀伐决断的绝顶师叔，他们顶不住，你还有世间最强的剑圣太师傅。总之，你记住，从今往后，绝对没人敢欺负你一根头发。师叔，太夫妇他们真的都不嫌弃我是魔女生的禁忌血脉吗？当然不会嫌弃，他们若是见到了你，稀罕你都来不及，只怕是恨不得把你当个宝贝供起来。师傅，出关了，我已经找到司音，并把他带回灵界了。哎呦喂，老夫的乖乖曾徒孙哎，楠楠乖，快让你那个没用的爹带你回宗门。太师婆给你准备了整整这一个寡库的好玩意儿，太婆婆还要带你出去威风星辰的换弹珠打，下海去给你请一头万龙当龙宗祭。哎呀，太婆婆这好玩的可太多了，乖乖快回来吧。行了，师傅，您收敛点儿。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你太师傅对你那种迫不及待的喜爱之情？来，跟你太师傅打个招呼。太师傅好，我是陆思音。初次见面，思音祝您福寿安康，长命百岁。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那什么丫头啊，你太师婆今年已经3000多岁了，你祝她老人家长命百岁。怎么说呢？折寿折得颇为严重，不过不知者无罪，也挺好，挺好。童言无忌，小司音你也好。太师傅不挑食，太师傅只祝咱们家乖乖天天开心快乐。太师傅没骂我。师傅，这丫头刚来灵界，我打算带司音在外面游历玩个几天再回宗门。勿念。大胆逆徒，你简直好大的胆子！老夫限你1个时辰内把我的乖徒孙完好无损的送回来，少一根头发，老夫亲自下山收拾你！滚回来！滚回来！爹，这样挂太好爷的传音会不会不太礼貌呀？没关系，他老人家早就习惯了，3天不挨骂，他浑身难受。别管他了，好不容易来一趟灵界，想去哪里玩，爹带你去。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下界的爹娘亲生的了。有一回晚上起夜，我无意中听见父亲和大哥在院子里叹气，这才知道我是捡来的。可我不敢跟他们说我知道了，我害怕他们一旦知道我清楚了自己的身世，就会觉得我是个外人，就再也不要我了。傻丫头，有什么委屈都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在爹面前，你想哭就哭，想骂便骂。天塌下来，爹给你顶着。我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爷爷疼我，父亲疼我，大哥也疼我，他们把最好的都给了我，没让我受过一点委屈，我过得真的很好。就是下界的娘亲走得太早了，
我都不知道有娘亲藤长什么样子。丫头，爹没那起死回生的大神通，无法让你下劫的那位养母复生。不过，我可以带你去魔族，去见见你的亲生娘亲。你想见吗？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去见她吗？当然可以。可是你刚才说正魔不两立，去魔族的地盘会不会很危险？他们要是发现了，会杀了我们的吧？不怕，他们打不过我。你不是身中奇毒，修为尽失了吗？又恢复了？不仅全修回来了，现在还很高。有多高呀？比这天底下的山还要高上那么一丢丢。丫头，你看，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名叫断魂山，越过这道山脉往北就是魔族的地盘了。不过北边那片无尽荒原里可不只住着魔族一家，那里还盘踞着蛮族、暗夜精灵、亡灵族等生性彪悍的异族。这些异族皆是以魔族为首。很快就要见到他了，想好跟你亲娘说什么了吗？我还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我呢。万一他讨厌我怎么办？他愿不愿见我，我不知道，但他肯定做梦都想见你。他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他是爱你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来者何人？竟敢擅闯断魂山边境重地！陆长明，是我。陆长明，真的是你这老小子呀！张衡，好久不见。来，都长点见识。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当年咱们断魂山镇魔军里战功赫赫、官拜大将军的神剑首席陆长明。唉，只可惜呀，天妒英才。当年陆将军下山除魔，竟被魔族的谋女给暗算，中了乱人心智的奇毒，最后惨遭魔女强行压了一头，破了500年的纯阳之体，以至于他那号称无敌天下的浩然正气风一夜之间尽数散去，落得个修为尽失的下场哦。这还不算完呢，你们可能不知道，阳神殿那高高在上的圣女林浅浅，本来是咱们陆将军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得知她被魔女压了一头后，林圣女嫌她丢人，气得当场就跟她解除了婚约。我都不记得哪里得罪过你。你少在这装蒜！陆长明儿，我问你，当年平陵关一战，全营血战，几乎全部阵亡，最后只剩下我们7个活口，凭什么他们6个全都升职加薪了，只有老子一个人没有？还有鄂源谷那一战，也是全营记大功，只有老子连个口头表扬都没有。还有邙山一战。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小子还在这记仇呢？堂堂镇魔军百户，真是小肚鸡肠。混蛋！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我为什么笑？平陵关一战，战斗结束时，我们几个浑身是血，累瘫在成山的尸体堆里。你在哪儿？你小子早就脚底抹油，逃回断魂发山大营了。我们回去的时候，你那身铠甲连个划痕都没有，崭新的都能当镜子照。你胡说！我明明是奉命回来搬救兵的。好，那鄂源谷一战呢？一开打，你抓起一把地上的兽血，抹了自己一脸，往死人堆里一趴，就开始装死。战斗结束，兄弟们个个身负重伤，断胳膊断腿。你小子倒好，拍拍屁股站起来，连一根汗毛都没伤到。我那是被一记闷棍打晕了，属于重度昏迷。邙山一战就更可笑了，你小子眼看打不过，故意说自己吃坏了肚子，跑到大后方去窜稀躲避战斗，不曾想敌军狡猾，正好从大后方包抄了上来。结果你小子被吓破了胆，慌得衣衫凌乱，狼狈的在天上飞扑逃窜，那真是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慌得手足无措，狼狈不堪啊！那漫天狼狈的画面，简直是乱作一团，让人忍俊不禁，难以直视。闭嘴！行了，兄弟，不能光记着自己没升职，偶尔也得撒泡尿照照镜子，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没升职。拿开你的脏手，别碰老子的百户徽章！哟，混到百户了啊，不错，真不错。当然不错，至少比你这个废物强多了。堂堂神剑宗首席，被魔女压了一头，修为尽失，简直丢尽了神剑宗的仙人。你封闭69载，是不是还不知道外面的天变了？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当年上了你的那个魔女，下个月就要嫁给众神殿的无上神子当炉鼎了。还有，
你那个嫌你丢人退了婚的未婚妻林浅浅，也要一并嫁给神子做妾。请问陆大将军，你这辈子仅有2个女人，如今即将被打包送去侍奉同一个男人，你现在有何感想啊？哟，这是从哪儿来的小女孩啊？长得还挺清秀。陆长明，这不会就是你跟那魔女的小孩吧？让我来看看这小畜生体内有没有魔族血脉。如果有，老子现在就替天行道。聒噪。我的心情确实糟透了。修行至今，我只与2个女人牵扯较深，一个是林浅浅，那是师父独断专行给我强行安排的门派联姻；另一个便是苏婉音，她原本根本不是朋友，而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宿敌。我万万想不到，她不仅阴差阳错怀了我的骨肉，甚至独自在下界生下女儿，抚养了8年。如今这2个女人竟要同时被迫嫁给众神殿的神子。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身份去面对那个为了女儿独自赴死的固执女人。爹，要不咱们回去吧，我不见了。说什么傻话？她是你娘，为了你连命都不要的亲娘，就算天王老子拦着，咱们总归是要去见一见的。我没事的，真的。爹，是我拖累你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要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成了你的软肋，你原本是可以直接拔剑找他们报仇的。傻丫头，她当年毁了我500多年的苦修。说实话，我起初确实是挺恨她的，但现在她得感谢你，因为你的出现完全抚平了我对她的所有恨意。看在我宝贝闺女的面子上，我就不跟她一般见识了。而且，爹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虽然损失了500年的纯阳修为，但我闭关这9年，不仅把修为全修回来了，反而比以前更强了。其实当年你太师傅就一直嫌弃我练那什么浩然正气功，这次意外破功，反倒逼着我顺势转修了无上剑道，算是因祸得福，遂了你太师傅的愿。丫头，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让她跟我们一起走？她就要嫁人了，还是嫁给那什么高高在上的众神殿神子，肯定不会答应跟我们走的。爹，咱们就远远的见她一面吧，往后便江湖路远，各自安好。她要是敢不愿意，爹就把她硬抢回去。可以吗？有何不可？爹，你可是名门正派的大剑修呀，公然跑去抢个魔女回去做老婆，会不会被太师傅给责罚致死呀？不会。太师傅人真好，这么开明。别理解错了，不是他老人家开明，主要是你爹我皮糙肉厚，比较抗揍，他一般打不死我。奴家本以为独自在下界熬过了这8年的苦，就能苦尽甘来，护得那孩子一世周全，不曾想到头来终是无缘。倒是应了那句老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长明，算算时间，你应该已经把司音接上灵界了吧？不知道那孩子能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世，会不会恨我这个当娘的狠心无情？你会不会告诉他我就是他娘？徐夫人竟敢擅闯公主府！你来做什么？谁让你带他来这种龙潭赌穴的？我不是警告过你，绝对不许带他来找我吗？行了，别装了，手抖成那样，明明心里高兴得很，非要在这嘴硬。你这家伙还和9年前一样，从来不听别人讲什么，一贯的我行我素，自以为是。他有没有告诉你我是谁？爹说了，你是娘。娘从小把你一个人丢在下界，你恨不恨娘？不恨，司音一点都不恨。真是娘的好孩子，是娘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不委屈，见到娘，司音就一点都不委屈了。寒暄完了，听说你下个月就要穿上这身嫁衣嫁人了。把这破衣服脱了，你恐怕嫁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带你走。我已经答应思嫣，要把他娘完好无损的抢回去了。我听说你还要和林浅浅一起打包嫁给众神殿那个什么狗屁神子。
以我对你们女人的了解，你这脾气嫁过去，肯定争不过林浅浅那个心机女，顶多也就是个端茶倒水、暖床叠被的通房丫鬟。陆长明，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堂堂魔族公主不如她林浅浅，还是说你怕我嫁给神子后跟她争宠，特意跑来想帮林浅浅除掉我这个隐患？她都已经跟你解除婚约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傻？爹娘，你们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吵架呀？咱们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我就是个比喻，我早就与林浅浅解除婚约了，她爱嫁给谁嫁给谁，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林浅浅可没你当年想的那么冰清玉洁、天真无邪。陆长明，你长没长脑子？你有没有仔细想过，9年前在藏龙谷，在场的就只有我们3个人。你中的那万年难遇的极品奇毒，如果不是我下的，那是谁下的？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想去，省得又说我魔女包藏祸心，挑拨离间你们名门正派的关系。难道真是我那个求孙若渠的师傅偷偷下的？陆长明，你的脑袋是不是真的被段红山的驴给踢了？行了行了，先不说这个，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立刻跟我走。抱歉，我不能跟你走。给我一个理由，否则我会动用非常手段把你强行带走。你听说过众神殿吗？闭关前听过一耳，说是个新崛起的神秘势力。这9年我没出山，不清楚他们闹出了什么动静。众神殿只用了短短9年，就几乎横扫了整个灵界。如今普天之下只剩下3方势力还在苦撑：一是没落的连山门都找不着的道门，二是你们神剑宗，三是上天界的那位白羊女帝。哦，9年扫平灵界。3个月前，他们12护法带着神识锁边境一路血洗到我魔都皇宫，对方仅出了1位护法，我便一招落败。父皇更是被对方在100招之内生生砍断1臂。众神殿下达死命，魔族要么臣服，要么灭族。父皇为了保全千万族人，不得不屈辱跪地，并被迫答应联姻，把我嫁给神子。那神子娶我是看中了我的天魔血脉，要把我当成供他修炼的残破卢贼。我若不嫁，他便会率天兵踏平我魔族，让我魔族子民沦为他的奴隶。为了族人，我别无选择。我知道你修为恢复了不少，但众神殿强的恐怖，甚至有人怀疑他们来自仙界，那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能抗衡的。陆长明，你带着思音好好生活，不要管我了。若是让神子知道我曾为你生过孩子，为了面子，他绝对会血洗神剑宗，连你也杀。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明白了，等我消息。这家伙又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重点是等消息吗？重点是让你跑啊！你明白什么了？明白了，整件事的罪魁祸首啊！我去一趟众神殿，找那位神子谈谈，把这事儿摆平了。放心吧，你是思音的亲娘，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给别人当什么狗屁炉顶的。陆长明，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哪怕只有1/1000翻盘的机会，我也绝不会束手就擒，更不会乖乖去当炉顶。等我消息。丫头，这里就是藏龙谷。据说数万年前，曾有一头9天真龙喋血陨落于此。哇，世上真的有神龙吗？有，北疆那边有一个底蕴深厚的千年世家，姓聂，自称宝龙一族。传闻他们聂家先祖就是因为在这藏龙谷里走大运，寻到了一颗残存的龙元和几滴真龙心血。怎样的龙族神通呀？能像故事里那样吐龙息吗？不仅能吐出焚毁万物的龙息，他们逼急了还会化身成半龙形态，引风疾呼而长，激发神龙血脉，能让自身的战斗力在瞬间飙涨10倍。哇，好厉害！听说这深不见底的藏龙谷里，至今还遗留着另外2颗无主龙元。爹，那咱们这次来是专门来找龙元寻宝的吗？不是，9年前林浅浅传密信给我，信誓旦旦说藏龙谷深处喷发一江，即可胀起骨斗是双龙之源现世，连根龙毛都没找着。就在我们一无所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却莫名其妙的中了那无药可解的奇毒。你娘发了毒誓，说当年那毒绝不是她下的。既然不是她，爹这次回来就是想查清楚当年到底是谁。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那件事满是诡异。林浅浅说藏有异宝天光现世，可我们找了半个月，偌大的藏竟然连半个闻风而来的其他修者都没看见，这分明就是一个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杀局。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9年，风吹雨打，
就算当年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也早已被岁月抹平，无迹可寻。但在这藏龙谷里，有一个人，确切的说，是有一只活了很久的妖。他身为本地地头蛇，或许知道当年谁在这附近动过手脚。鼠爷，故人陆某来访，可否出动一剑？怎么还要躲？再不滚出来，可别怪陆某的剑不讲情面了。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敢问外面的前辈大名，可是神剑宗的陆长明陆大爷？我当年认识的鼠爷，是一只通体赤红的寻宝红毛鼠。这只修为低微的白老鼠是谁？正是陆某，滚出来说话！老鼠变成妖精了！小妖小白参见陆前辈，惊扰了小祖宗，小妖该死，小妖该死！你怎会知道陆某的名字？我要找的红毛鼠妖齐四去哪儿了？启禀前辈，齐四正是我爷爷，他老人家早在9年前就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是被一个白衣女剑修杀人灭口的。爷爷临死前撑着最后一口气，将这件东西交给了我。他嘱托我说，如果有一天看到神剑宗的陆长明前辈重返藏龙谷，就一定要把这幅画亲手转交给您。我操！这老鼠当年竟然在旁边偷看。这要是被闺女看清楚了，画里那男的是她亲爹，我这初代院长的老脸还要不要了？我爷爷就是被画上那个守在洞口的白衣女子发现并杀死的。爷爷说，前辈看了这幅画，自会明白一切真相。替我谢谢你爷爷。多谢前辈赐宝，多谢前辈大恩。我们走吧，等以后闲暇了，爹再带你来这儿寻宝。爹，是那个叫林浅浅的坏女人给你下的毒吗？可她不是爹爹的未婚妻吗？她为什么要这么恶毒的害你呀？不知道，我陆长明自问这辈子从未做过半点对不起她的事。走，爹现在就带你去找她问个明白，把这9年的旧账一笔一笔的算个清楚。来者何人？大胆狂徒，竟敢擅闯我阳神殿主峰重地，找死吗？神剑宗陆长明来访，让林浅浅滚出来见我。哟，我当是谁敢来我阳神殿撒野，原来是你这个被魔女采捕成了废人的前任圣女夫婿啊！陆长明，你可算舍得出关了，硬生生拖了我们林圣女整整9年，真有你的！希望你今天来是乖乖磕头退婚的，如若不然，本师兄今天定要给你点颜色。聒噪！王师兄不见了，连气息都完全消失了。王师兄真的消失了！陆长明，你疯了吗？你怎么真敢在阳神殿杀人？既然你们阳神殿要铁了心护着林浅浅，那林浅浅犯下的罪孽，你们这些同门就一棒替他担着吧。他一日不出来，我便接着杀。你敢？这里可是阳神殿！你看我敢不敢？庶子陆长明，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孤身一人跑来我阳神殿大开杀硕，狂妄无边，罪不可赦！今日老夫就替你那个死鬼师傅剑圣前辈，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孽障！是三峰主，三峰主出关了！陆
长明！陆长明，你竟敢当众屠戮我殿封主！你当真以为我阳神殿无人，可以任你这般欺凌吗？交出林浅浅，否则今日我屠尽你阳神殿满门，鸡犬不留！好一个狂妄的黄口小儿！我阳神殿满门，来，你屠一个给我看看！你确定要看？长明啊，当年在藏龙谷，你与那魔女做出了那等伤风败俗之事，导致你修为尽失。浅浅身为一宗圣女，冰清玉洁，她迫于无奈与你退婚，于情于理，你都不能怪她绝情吧？浅浅如今已经与众神殿的无上神子定下婚约，婚期就在下个月。你与他终究是有缘无分，为了你自己的性命，也为了神剑宗的安危，你还是放手吧。看完这幅画，再来跟我谈情理。这绝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这幅画你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这绝对是伪造的，绝不可能是真的！我再问最后一遍，你们阳神殿还要护着这个毒妇吗？不，浅浅她不在宗门，她去众神殿备婚了，真的不在这里啊！立刻传音让他滚回来，我就在这里等他。他若不回，你们全都得死。浅浅，你听得到吗？陆长明出关了，他来宗门找你清算旧账了，你赶紧回来！浅浅，你听得到吗？陆长明出关了，他来宗门找你清算旧账了，你赶紧回来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楚修哥哥，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提过，我曾与神剑宗那个叫陆长明的人有过一段指腹为婚的孽缘吗？有点印象。那个被魔女采捕成了废人的废物，他负了你，你不是早就与他解除婚约了吗？可是他逼死关出来了，他得知我们下个月即将大婚，竟然像失去理智一样闹到了我们阳神殿，甚至还残忍地杀害了我们宗门的三峰主。楚哥，师父让我赶紧回去避难，我真的好怕。那个疯子对我因爱生恨，我不知道他失去理智之下会做出何等过激的恶事。哦，陆长明有点意思。刚好本神子最近正打算找没落的神剑宗谈谈闺房的事，我陪你一起回去，提前会一会这位曾经横压一代的天才。话说回来，这陆长明对你倒是用情至深啊，连命都不要了赶来抢亲。怎么，你确定不要再续前缘吗？今后需要再拿这种恶心人的话来试探浅浅了。楚哥，我与那个废物早就没有半点瓜葛，我生是神子的人，死是神子的鬼。好，走，本神子这就带你去会会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跳梁杂丑。阁下就是那个所谓的众神殿神子吗？正是本神子，久闻大名。在下原本正打算去众神殿走一趟，找阁下商量件小事，没想到在这里不期而遇，倒是省了在下跑那一趟了。哦，是吗？不知阁下不惜大闹阳神殿，也要找本神子商量何事啊？在下想请阁下高抬贵手，放过一个女人。只要你解除婚约，今日我不杀你。陆长明，你闹够了没有？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就算你今天死在这里，我也绝对不可能再回心转意。你算什么东西？此事与你无关，闭嘴！
滚一边去！陆长明，不管你要保的女人是谁，只要你能接得住本神子一招不死，本神子就大发慈悲，答应你的要求。可以。哈哈哈哈哈！好，陆兄不愧是当年能横压灵界一代的绝顶天才，潜修9年，这底蕴实力依旧深不可测，本神子佩服佩服。阁下客气了，多谢手下留情。虽然有几分不舍，但本神子向来言而有信，愿赌服输。林姑娘，既然他赢了，你就跟着他走吧。陆长明，我错了。当年是我糊涂退了婚，求求你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放过我好不好？不要杀我！楚哥哥，楚哥哥，你不要把我交给他，我们的婚事就在下个月啊！你不要我了吗？阁下恐怕是误会了，我刚才说的，请你高抬贵手放过的那个女人，是魔族公主苏婉音，从来就不是什么林浅浅。他要救的人，竟然不是我。那个被我抛弃的废物，心里竟然装的是那个魔女。苏婉音，苏婉音可是本神子突破无上境界的极品炉鼎，岂是这个废物能染指的？我好像被阁下给诓了呢。若是阁下一开始就说明要的是苏婉音，本神子断然不可能答应这场赌局。罢了。本神子金口玉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既然愿赌服输，今日本神子便如你所愿，放那苏婉音一马。多谢陆长明，你谢得太早了。你听好，本神子今日只说放他一马，可没说永远放过他。半个月后，本神子将亲率众神殿大军，亲自踏平你神剑宗的山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恭候大驾。到那时，你要是输了，苏婉音依旧是本神子的。林浅浅，现在该好好算一算我们之间这9年的旧账了。林浅浅，我们之间的婚事取消了。为什么？楚哥哥，你不能不要我！本神子倒是很好奇，林姑娘这等姿色，阁下为何宁愿选一个魔女，也不肯选她？一个唯利是图、心肠歹毒、水性杨花的恶妇，我要她做甚？听到了吗？哼，别人嫌脏不爱要的破鞋，本神子自然也不要。楚哥哥，你不要听这个疯子胡说八道，他就是心胸狭隘，对我当年退婚的事怀恨在心，他故意想败坏我的名声，毁我们的婚事啊，其心可诛啊，楚哥哥。不重要了，阁下可以继续清理门户了。其实也不重要了，知道答案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无论如何，你今天都必须死。血遁禁术，哼，这毒妇倒是舍得下血本。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这跑得还真够快的，好戏都没得看了。陆长明，这灵界太无聊了，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希望你们神剑宗的那帮老骨头能稍微扛疼一点。你这个曾经横压一代的天才，可千万别当缩头乌龟。咱们半个月后见。神剑宗恭候大驾。爹，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那个叫林浅浅的坏女人。哦，为何呀？爹，你想啊，
那个林浅浅当年下毒害你，居然能把他自己的师傅和整个阳神殿所有人都瞒得密不透风，甚至还装了9年的受害者。可见她不仅心肠劣毒，而且心思深沉。这种精于算计的坏女人，就像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她会静静蛰伏，不出击则已，一出击必定是要人命的。今天她刺杀失败，还受了奇耻大辱。好家伙，小小的脑袋里竟然装着大大的聪明，不愧是我陆长明的种，这冰雪聪明的劲儿，随我。爹好不知羞，你这明明是在变着法儿的夸你自己呢。实话实说嘛。可我除了回去跪求，别无他路。我要报仇，我要把你们千刀万剐！神子，求求您留下我，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浅浅心里全都是您，如果离了您，我活着也是一具行尸走肉啊！本神子从不收留无用的垃圾，想留下，说出你的价值。我知道，浅浅如今名声扫地，已经配不上神子的尊贵，我不敢再奢求与神子拜天地结为道侣，哪怕只是做个端茶倒水、暖床叠床的卑贱婢女，只要能天天侍奉在神子左右，浅浅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觉得本神子的殿内会缺端茶倒水的婢女吗？林浅浅，如今你犹如丧家之犬，在本神子这里的价值只剩下1分了。不过，如果你现在签了这主仆血契，献祭你的本命神魂，强行提回2分价值，本神子倒是可以考虑重新收留。你这女人还真是能屈能伸，如抚摸一只刚被驯服的宠物一般，很会讨好人嘛。行吧，那你就暂时留下来吧。多谢神子恩典。不过说实话，你这么做顶多也只是强行提回了1分而已，而且它只会让你在这座大殿里变得更加一文不值。如果你刚才不是顺索我，而是走过来拼死捅本神子一刀，本神子或许还能高看你一眼，给你加上3分。不过嘛，没骨气也有没骨气的好处。你心机深沉，心肠恶毒，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可以不要脸皮，不择手段。既然如此，那就留在本神子的身边，做一把淬了毒的暗刀子。丫头，快看，那就是名震天下咱们在灵界的家——神剑宗。这就是你说的灵界3大超级势力之一？那什么，你那8位师叔全都是修仙狂人，平时只顾着闭关打架，谁也没功夫，更没心思去扫地修屋顶。久而久之，这宗门嘛，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荒废了。看到那座长满青竹的山峰没？那叫竹剑峰，是你爹我平时修炼的地方，那里可比主峰干净多了。老头子，我回来了。哼，你这个不孝的孽徒，你还知道回来呀？这就是爹爹说的慈眉善目的师祖和师叔们。哎呦喂，咱们宗门的小祖宗终于到家了，欢迎咱们的小司音回家。丫头别怕，这群家伙就是长得凶了点儿，其实脑子都不太好使。从今以后，这里就是咱们在灵界横着走的家了。来，爹给你介绍一下，面前这位笑容灿烂、看起来格外慈眉善目的老人家，就是你的太师傅，名震天下的灵界第一剑圣徐渊。太师傅好，司云给太师傅请安了。哈哈哈哈！好，好，好，乖奶奶，你也好，你也好。乖奶奶，这是太师傅连夜找上古神物给你亲手削的礼物，你看看，喜欢吗？喜欢。赶紧骑上去试试，这可不是普通的木马，你可以直接用意念操控它，快慢高低随心所欲，
太师傅在里面刻了99道神形缩地大阵，神奇的木马，一旦跑到最快的速度，就算是上界的天仙下凡，也休想摸到你一片衣角。太师傅，您送了思月这么贵重的礼物，思月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您不要嫌弃。不嫌弃，太师爷太喜欢了，这简直是太师府这3000年来收到过的最好的宝贝，谢谢我们家小思音。丫头，这位神色孤寒、内心火热的家伙，就是你二师叔柳无情，人称一剑无情，内心也冷酷。这把匕首削铁如泥，吹毛断发，送给你防身用。二师叔好，谢谢二师叔的匕首，思音很喜欢。二师叔，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见面礼，希望您能喜欢。这位雄壮如巨人、力可扛山的汉子，是你的三师叔季方，人称铁拳力王。三师叔好。嘿嘿，三师叔是个粗人，给你准备了一件万年冰蚕丝织就的软甲，穿上它刀枪不入，水火不侵。谢谢三师叔，我也给您准备了一件礼物。丫头，你看，这个自以为是翩翩美男子的，是你四师叔魏不居，人称情圣。这个胖墩墩、肚皮圆滚滚的家伙，是你五师叔，人称食神。那个整天板着脸的，是你六师叔，人称剑痴。以后想吃什么山珍海味，尽管找他。这位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是你六师叔萧无极，人称老六。这位气质冷峻的家伙，是你七师叔叶无敌，实力深不可测。这位豪迈洒脱、扛着大刀的是你八师叔叶修罗，擅长武道切磋。以后在外若有纷争，可以寻求他的指点。还有最后这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是你九师叔尤飞白，人送外号白马王子。完了，没你什么事儿了，搁这絮絮叨叨耽误老夫逗孙女。乖思音别怕啊，你爹这9年脑子关坏了，思想觉悟出了点问题，让他到外面吹吹冷风，好好反省反省。唉，哇，不错呀。师傅，当年在藏龙谷给我下毒的人，不是苏婉音，是林浅浅。岂有此理！好一个心思歹毒、城府深沉的恶妇，竟敢把我徒弟当猴耍了整整9年！大师兄，你今天在阳神殿还是太仁慈了，你歇着，我替你去阳神殿走一趟。今日我必让阳神殿鸡犬不留。不必，冤有头债有主，这种狠毒的女人，下次再撞到我手里，我必亲手让她付出代价。阳神殿那帮蝼蚁随时能捏死，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去魔族把苏婉嫣给接过来。众神殿那小子阴险狡诈，必须防止他毁约，暗中对那丫头下黑手。师傅说的对，大师兄啊，你得赶紧去把苏婉嫣娶过门啊！咱们这破宗门里全是一帮糙老爷们儿，虽然绝对饿不着小丫头，可这梳头打扮女儿家的心思，总归有些不方便，必须得把他娘火速接回来坐镇。不仅要接回来，还要赶紧再生个小子，骨骼要清奇，正好可以把我的无情剑诀全传给他。大师兄，多生一个！我的金刚不败神功也急需一个传人。最好能生一个完美继承魔族天魔血脉的小怪物。想要孩子，想要传人，你们自己找女人生去，少在这儿惦记老子。你这不争气的孽徒！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耽误人家9年了，还不快滚去把老夫的乖徒媳接回来！
我去还不行吗？老头子，你别动手啊！太师傅，我爹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人影啦？哦，你爹呀，你爹连夜接你娘去了。真的吗？比真金还真，昨晚半夜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爹走得这么急啊，连声招呼都不打。唉，能不急吗？你爹呀，他其实背地里想你娘想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直掉眼泪呀。他拉着太师傅的袖子哭诉，说自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寝食难安。不对，是相思成疾，辗转难眠。原来爹爹背地里这么喜欢娘亲呀！太师傅，思英想修炼了。哎呦，咱们乖囡囡想修炼了，想学什么？只要这灵界有的，太师爷全都教你。太师爷，我想学剑。好得很。剑道可是太师傅在这灵界最拿手、最无敌的绝后。太师傅发誓，定把这3000多年的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你，让你在10年之内成为这灵界名震天下的第一女剑神。走，乖囡囡还没有进行过先天的体质觉醒吧？太师傅这就带你去咱们神剑宗后山的无上仙池。太师傅倒要看看咱们陆家的种究竟是何等逆天的先天之资。乖囡囡，不用紧张，这仙池只是测试一下你的先天潜能，就算什么体质都没有觉醒也没关系。这世上绝大部分修者都是凡体，丝毫不影响你跟着太师父修炼成仙。好纯净的魔气，这是极品天魔血脉。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功法比我的斩天诀更适合他这狂暴血脉？让我来教他。这徒弟我收定了。师傅，您老人家行行好吧，把这颗好苗子给我吧，求您别跟我抢了，行不行？您要是实在眼馋，回头您让大师兄再给您生一个。不，让他给您连生10个都行，这丫头归我了。你想得倒美，老夫的曾徒孙轮得到你来教。咱们神剑宗这口觉醒仙池，已经超过100年没有开启使用过了吧？里面积攒了足足满池的百年灵液，你们说这小家伙能吸收掉多少？我刚才简单探查过小丫头的根骨，本就是极品资质，加上这格外精纯的天魔血脉，依我看，保守估计，她能吸干这仙池里至少1成的灵液。1成灵液，我神剑宗这是白捡了一个绝世小天才呀！这金光，这难道是传说中万邪不侵的先天浩然正气？老夫收回刚才的话，这哪里是什么天才，这分明就是个旷古绝今的绝世妖孽呀！极品天魔血脉，外加先天浩然正气。老四，你现在猜猜，这小丫头能吸收多少灵液？这可不好说了。照她这种惊人的鲸吞速度，说不定咱这积攒了100年的满1池子灵液都不够她一个人塞牙缝的。师傅，这小妖孽若是真把池子吸干了还不够，咱们或许就不得不提前去2探那座危险重重的上古仙府，给他寻觅机缘了。问仙疯癫，上古仙府。小丫头的天资实在太过超绝，这人间的功法只怕是委屈了她。或许只有咱们神剑宗上古仙府最深处那枚从无人能参透的金色玉简里的无上仙法，才配得上她这逆天之姿。
嘿嘿，师傅您看啊，这浩然正气包罗万象，天魔血脉又霸道无双，也就是说，小家伙其实什么体系都能练。师傅，您老人家吃肉，总得给徒弟们留口汤吧？想教行啊，只要你能想办法让你那个木头大师兄再生一个出来，为师就答应你。你们剩下7个也一样，谁能让他再生，我就让谁教。成交，师傅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六师兄，咱库房里那味万金难求的绝版大补蛟龙玉髓还在吧？给大师兄熬个10全大补汤怎么样？竟是万古难遇的极品灵童，天助我也！混元大罗新仙，仙界之人竟敢下界抢人，大胆！区区下界蝼蚁，也敢阻挡本仙，放肆！我神剑宗的种，就算你是天王老子，也休想动一根头发！痛快！小家伙当真是了不得啊！哈哈哈哈，竟然能引得仙界的混元大罗金仙亲自跨界抢人，甚至尊称其为灵童，可见其逆天之姿已超脱凡尘。太师傅，我觉醒完啦！怪思音，你老实告诉太师傅，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眼睛疼不疼？没有啊，思音感觉浑身暖洋洋的，像泡在温泉里一样，可舒服了。太师傅，是我脸上沾了什么脏东西吗？没有没有，咱们囡囡脸上干净得很。丫头啊，你刚才在这仙池里觉醒了2种霸道强大的力量。一种是继承了你娘魔族血脉的极品天魔之力，另一种则继承了你爹那500多年苦修成果的先天浩然正气。你这小身板把他们俩最顶级的优点全绝于一身了。这2种力量太强，你暂时无法完全融合吸收，所以他们暂时集中到了你的眼睛上，让你的瞳色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别担心，等你以后跟着太师傅修炼，将这2股力量完全吸收了，眼睛就会恢复正常的颜色了。就是啊，这金红双瞳多漂亮啊，简直像2颗绝世稀有的宝石。没错没错，这红金一瞳看着就酷毙了。4师叔我看了都羡慕的要死，恨不得自己也长一双呢。收拾一下，跟我走。去哪儿？废话，当然是跟我回神剑宗。众神殿神子那边的麻烦，我已经替你解决妥当了。真的？我陆长明说的话自然不假，婚约已废，他不会再强迫你了。哦，既然危机都解除了，那我为何还要跟你回神剑宗？那楚修虽然答应我不找你麻烦，但谁敢保证他不会出尔反尔？你跟我回神剑宗，好歹那里有我师父坐镇，可以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哦，你这是在关心我？你想多了，你毕竟是思音的亲娘，我自然不能让你有危险。怎么突然续起这么难看的长须了？丑死了！你懂什么？我现在可是已经为人父了。俗话说得好，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爹的当然得有个成熟稳重、威严的父亲样子。苏婉言，你疯了？说话就说话，你扯我胡子干嘛？感觉像个变态。
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你到底跟不跟我走？你冲谁大吼大叫呢？你求人跟你回家就这态度？行，不走是吧？我自己走。果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他来救我，他做这一切，全都是看在女儿的面子上。只要女儿安全了，我的死活他根本就不在乎。这没良心的家伙，能去而复返已是极好，就当是他知道自己错了，抹不开面子，用这种方式回来跟本公主道歉了吧。魔尊，你不要命了？你干嘛呀？快走，趁我父皇还没发现，赶紧带我走，不然等我父皇带人冲出来，咱们俩今天谁都走不了了。哟，刚才在屋里叫你走，你偏不走，怎么现在又这么着急跟我走了？流氓！谋杀亲夫啊你！混蛋！你在干什么？放开我女儿！我神剑宗陆长明，今天特来知会你一声，我家闺女正好缺个亲娘，我看你闺女就刚好合适，人我今天就带走了。无耻杂碎，竟敢抢本尊的女儿，找死！别送了，你闺女我先带走了。趁你现在还年轻，赶紧回宫，再跟魔后生一个吧。杀了他！糟了，快跑！我父皇启动魔都的护城绝杀大阵了。我走了，老丈人无需相送。父皇，儿臣随陆长敏去了。众神殿逼婚的麻烦，他已经帮儿生完全解决了。儿臣不孝，今后不能在您膝下尽孝，还望父皇保住魔体，勿念。混账东西！你要是敢跟他走，以后受了委屈，就永远别回我魔族！父皇，对不起，儿臣与陆长明早已有过夫妻之实，连女儿都8岁了。儿臣此生非他不嫁，望父皇成全。糊涂啊！那众神殿何等底蕴深厚，他陆长明就算有几分本事，也根本护不住你。到时候众神殿一旦雷霆震怒，你是想让我魔族无辜子全都受戮于屠刀之下吗？拼了这条老命，也万不能让他惹怒众神殿，给本尊拦下他！该死的混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连我父皇联手满朝大能，竟然都拦不住你一剑。我要是不厉害，拿什么去帮你摆平众神殿那个狂妄的神子？难道这9年来，你的修为根本就没有被我废掉？废是确实废了，只不过这几年闭关，我又全都重新修回来了而已。行了，别在这荒郊野岭发呆了，走吧，得抓紧时间赶回神剑宗，司音还在等我们。我累了，你背我。爱走不走，不走拉倒。这可由不得你。唉，堂堂魔族公主，幼稚无赖。本公主乐意，我喜欢。哎呀，你用手托我一下嘛，我要掉下来了。下来自己走。我不。陆长明，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
就喜欢林浅浅那种类型的女人，清冷高傲，表面上冰清玉洁，让你们这些臭男人充满了征服欲。我已经知道了，当年在藏龙谷给我下毒的人是他，不是你。算你还不笨，终于查清楚了。对不起，当年是我误会你了，抱歉。你确实是误会我了，不过抱歉这2个字就不必了。当年无论如何，终究是我害得你修为尽失，跌落神坛。咱们2个就当是扯平了吧。但有一点我至今没想明白，当年我是被林浅浅用假消息诓骗去藏龙谷的，可你身为魔族公主，为什么恰好也在那个时候出现在藏龙谷里？那应该不是巧合吧？我是被你诓去的。我诓你？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你了。6月15来藏龙谷一见，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这不是我写的，有人模仿我的字写给你的，跟你的字一模一样。我上当了。就这么一张没头没尾的纸条，你就敢来藏龙谷？就算真是我写的，你不怕是陷阱吗？我们可是死对头。唉，谁让我蠢呢？自以为了解你，认为你陆长明不屑于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信以为真喽。你是真蠢，我们是敌人，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是啊，我蠢得无可救药。你是怎么中毒的？我困了，别跟我说话，我睡觉了。生气了？你属驴的，说生气就生气。疼！快松开你的嘴，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给你生孩子那么疼，咬你一口怎么了？疯女人！我回来了。爹娘，你的眼睛。思妍觉醒了天魔血脉和先天浩然正气，传他修为后正常反应，过2日便恢复。小丫头还真厉害呢。苏婉音参见剑圣前辈。说说你们2个的事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拜堂成亲入洞房啊！大师兄，人家连孩子都给你生了，你可绝对不能做那无情无义之人。对，必须对人家魔族公主负责。咱们神剑宗砸锅卖铁，也得8抬大轿把弟妹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本以为自己这个魔女来到这名门正派，定会遭受无尽的白眼与刁难，可谁能想到灵界东域的长辈们竟然这么好，竟然没有一个人嫌弃我的出身。哼，感动！我太清楚这8个老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了。他们哪是不嫌弃魔女啊？他们分明是馋极品天魔血脉的基因。这群老混蛋是想把我当工具人，赶紧多生几个小怪物出来给他们当徒弟呀！师父，弟子想娶苏婉嫣为妻，求师父准许。准了。多谢师父成全。晚辈多谢剑圣前辈成全。晚辈向您老保证，今后婉音绝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魔族与人族之间的纷争，更绝不会让神剑宗因为我的身份而陷于不义之地。若为此事，婉音任凭前辈一剑斩杀，绝无怨言。好孩子，你能有这般顾全大局的觉悟，当真甚好。不过，在我神剑宗，你也无需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你既然站着人魔两边的情分，便不必死板的逼着自己非要去选边站。只要你守住本心，不做伤天害理的恶事，平日里想家了，偶尔回魔族那边去看看亲友，走动走。这灵界上下，还没人敢在我玄剑宗的头上说三道四。前辈，圣明。至于你们2人的大婚之礼嘛，怕是要先委屈你一下了。怎么也得等咱们神剑宗把众神殿那帮不长眼的杂碎全数打残之后，再风风光光的办。陆长明，半月之期已到，本神子来了。哟，还真挺守时的呢。吃午饭了吗？陆长明，休要逞口舌之利。本神子今日亲率大军压境，可不是单单来找你切磋比武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你神剑宗要么全宗跪地向本神子磕头臣服，要么你就等着被本神子的铁树踏平，鸡犬不留，没有第3个选择。太好了，本大爷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嚣张跋扈、心狠手辣的对手，因为这样
一会儿把你砍成肉泥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半点负罪感了。狂妄至极，陆长明来战！万箭朝宗！星辰剑，星辰洞。去。连本大爷随手一剑都接不住，神子，你很弱。保护神子！撤！全军撤退！死！撤！快撤！休走！长明，今日之辱，本神子记下了。神剑宗今日必灭。焚天战尊，我们在神剑遭遇伏击，速来支援。白痴，真当这破乌龟壳能保你们一辈子？蠢货，此乃我众神殿的顶级至宝——流光天遁阵图，不但拥有超强防御，更是能瞬间遁逃至千里之外。你拦得住吗？好东西啊！这逃跑的乌龟罩子也太溜了。等下次遇见，把这玩意儿抢过来留给司营用，那咱闺女的安全岂不是有了绝对保障？大师兄说的对，下次这帮送财消失再敢来，必须把这宝贝给咱织女留下。行了，既然敌方救兵已在路上，神剑宗全员休养生息，就在这儿等他们来。原来不知不觉间，我们竟然已经强悍的这般离谱了。来来来，贤者有份。不愧是上古剑神遗留下来的顶级仙符啊！区区9个进仙境，竟将我逼到如此地步。今日若不能把陆长明那9个人重重踩在脚下摩擦，我这辈子都将如鲠在喉。是焚天战尊，属下参见焚天战尊。堂堂神子亲征，怎么搞得如此狼狈？到底出什么事了？战尊有所不知，神剑宗那9个人的战力十分邪门。本神子猜测，不，本神子敢断定，他们绝对是参悟了某种顶级大道法则。此外，他们手中使用的神兵也绝非凡象。
陆长明那把破剑竟然一击就斩碎了王之剑，那绝对是传说中的上古仙器。如此罕见的上古法则与仙器，碧堂归我众神殿所有，绝不可放过。本神子根本就不是输给了陆长明，而是输给了那把上古神剑和顶级法则。只要能将这2样至宝抢夺过来，必能将陆长明轻松虐杀。既然有此等机缘至宝，那还等什么？事不宜迟，绝不能让他们带着宝物跑了。这就随本尊杀回去。老夫刚才好像听见你们说，今天要把我咸剑宗全数灭门，还要让我们偿命。你到底是什么境界？不高，也就大罗金仙境大圆满而已。误会，前辈，这全都是误会呀！误会，老夫看倒不像是个误会。好什么？现在你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快启动流光天遁阵图！在老夫面前玩空间遁术，想跑没那么容易。分天战尊，您没事吧？肉身被毁，万年道行毁于一旦。楚修，你瞎了你的狗眼吗？你看看本尊现在这样子，像是没事的模样吗？我若早知道对方藏着一位大罗仙仙，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带人去神剑宗啊！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孽障，本尊真被你害惨了！灭魂。开阵！快开阵！狗修，你跑掉掉吗？没长眼睛，不知道过来扶本神子一把。本神子自己已经站起来了，还要你来扶？滚！许渊，你这老匹夫！你杀害我众神殿这么多精锐，本神子今日定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这就恭请祖神降临，亲手将你们玄剑宗碾成齑粉！好啊，让他来。祖神大人，玄剑宗那帮人杀上门来了，分天战尊已经战死，咱们的护宗大阵和传送通道危在旦夕，求您速速回归主持大局啊！把传音石扔出阵外，交给徐渊，本尊亲自与他谈谈。徐渊，吾乃仙界混元大罗仙，无极元尊，在刹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本尊现在赐你一个跪地，所有人束手就擒，否则等本尊出得一传手之势回归，定将你神剑宗全数碾平，寸草不生。蒙天吉，你少在老夫面前装神弄鬼！要是你仙界的本体亲自下线，老夫或许还会忌惮你3分。
但你区区一具留在下界的破分身，也配跟老夫在这里大呼小叫？许渊，本尊劝你莫要心存侥幸，混元大罗仙人之威不容亵渎，犯我者虽远必诛。天道结界总有完全松动的那一天，届时便是你神剑宗覆灭之时。天道结界松动了才好，省得老夫还得费力去破戒。到那时，老夫便亲自杀上仙界，亲手斩你这老匹夫的首级，让你这龟缩在上的混账也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虽远必诛。小子，你当真确定这层薄如蝉羽的乌龟罩子真能挡得下老夫手中这柄剑？祖神救命！许渊开始强攻了，他的修为根本不是什么大罗惊天，他是半步混元，大阵要塌了！楚修，不论你用什么法子，哪怕是双膝跪地，重重磕头，也必须给本尊拦住许渊。若是能把他打发走，本尊保你成为神子之首，记你头功一件。前辈住手！这里面有10万颗顶阶精灵石，全是您的，您拿去买茶喝，消消火气，咱们有话好商量。10万颗。20万！前辈求您高抬贵手啊！算你小子懂事。师傅，您就这么放过他们了？那蒙太极既然是仙界巨头，事后定然不会善罢甘休。顶多再有3个月，老夫便能真正立道，完全跨入混元之境。到那时，破他这仙界大阵简直易如反掌。且先让他们在里面担惊受怕的多蹦跶3个月吧。老夫宣布，从今天起，咱们神剑宗完全脱贫了。老六，给你10万金灵石的预算，立刻去给老夫雇灵界最好的工匠，把咱们司音的住处，什么万年温玉做的床、天云寺的被子，通通给老夫安排上。务必要建一座全灵界宽敞明亮、用料顶尖的公主殿，千万不能委屈了咱们的乖奶奶。太师傅，不用花那么多钱的，司音现在住的洞府就已经很漂亮、很舒服了。这些灵石还是留给师叔们买修炼的丹药吧。怎么样，公主殿下？我这破落宗门虽然看着寒酸了点，但家里人还算热情吧？长明，谢谢给了司音一个这么温暖的家，也谢谢你带我回来。老六，你这10全大补汤到底靠不靠谱啊？这能行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这可是我把库房里那根压双得的万年顶阶蛟龙筋都给炖进去了。别说是大师兄了，你就是给后山那块镇山石灌下去，他今天正午都能长出2颗桃花痣。赶紧的，趁热端进去。你们2个正午时分不打坐，端着一锅可疑的水在我房门外晃悠，是觉得活得太长了，想让我提前给你们送终吗？这大师兄误会，这都是师傅逼我们干的。乖囡囡看好了，这一世天外飞仙，乃是太师傅当年在万丈悬崖上面壁100年才顿悟出的无上剑招，剑出如龙，虚实难辨，讲究的是一个意在剑仙。当年你爹学这一招，足足用了3个月才摸到门槛。你只需用心记下剑路，太师傅陪你慢慢。天外飞仙。1遍，只看了1遍，还自带属性物加升级版。我突然觉得，我这辈子练的剑，都练到狗肚子里去了。这乖囡囡，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太师傅突然想起来，还要回去吃2颗救心丸。长明，时间不多了。师傅是说，众神殿背后的那个仙界巨头蒙太奇。这1个多月来，我夜观天象，发现笼罩在灵界上方的天道结界，裂痕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那蒙太奇的本体最迟不超过2个月，必定会强行降临灵界。司音的神魔同体确实逆天，但人间的功法已经无法承载他暴涨的力量。而为师也急需一个契机，彻底迈出那最后半步，跨入混元大罗仙岩之境。明日一早，召集你8个师弟，我们是时候强行扒开这上古仙府了。
老夫是带你们去闯上古遗迹，寻找机缘对抗仙界大能的，不是带你们去郊游野炊的。老五，你背个锅干什么？师傅，万一咱们在里面被困个10天半个月，总不能饿着咱们的乖奶奶吧？我听说上古仙府里有不少绝技的仙草和异兽，正好抓来给司营炖汤补身体啊！老五言之有理。行了，别丢人了，都打起精神来。那仙府里毕竟封印了上古剑神的禁制，稍有不慎可是要出人命。这仙府本是我人族剑道大能所留，里面必定布满了针对魔族的诛魔阵法。你跟在我身后，千万不可逞强，知道吗？本公主好歹也是魔族第一天才，现在体内又有你输给我的真元护体，哪有那么娇弱？爹娘，太师府，我们快进去吧！司音要去给太师府找能打败大坏蛋的仙法。哈哈哈哈哈！好，太师傅就借咱们乖囡囡的吉言，哈哈哈哈！结阵，开门，齐声高玉龙吟。大家小心，是诛魔万剑阵，这是专门绞杀天魔的绝杀大阵，只要感应到魔气，百万飞剑就会不死不休。别怕，我来打！不许伤害我娘亲！天哪，这什么情况？司音也太牛了吧！那当然，谁让我闺女是个行走的超级大能呢？就是他了，那便是我神剑宗历代祖师都未能取出的无上仙法。哈哈哈哈哈！只要能参透它，老夫必定能立地突破混元大罗之境。师傅，无妨，死不了。但这雷霆结界有古怪，他不考卯修为，只测试天赋和因果。老夫沾染因果太多，得不到认可。乖囡囡，快去试试！你因果纯净，神魔一体，非你莫属了。好哦，司音去试试。这结界还带认人的。吾乃太古傲天，历经万载，终于有后辈天骄破开重重万难，来到了吾的面前。我操！极品天魔血脉，外加先天浩然正气，这两种玩意儿怎么可能长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他娘的是系统出 bug 了吗？小丫头，你老实告诉老夫，你爹娘到底是谁？回老祖宗的话，那个帅帅的青山剑修是我爹爹，那个美得像仙女一样的是我娘亲。爹爹和娘亲很相爱的。这两家打了几百万年，怎么可能输你这么个逆天的玩意儿？跨越种族的绝世之恋吗？罢了，老夫等了万载。本以为等来一个绝世剑修，没曾想等来了一个能把诸天万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小祖宗。丫头，老夫这混沌无极剑典乃是上古第一奇功，讲究的是兼容并蓄，万法归一。既然你天生神魔同体，唯有你能将此功炼至大圆满，给老夫收！这是大道的余味。昌明、徒儿们，速速护法！老夫的契机到了！兄弟们，打起精神！这是咱们神剑宗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今日方知我是我，混元大罗！太师傅变帅了，太师傅变成大帅哥了！哈哈哈哈！这
这都多亏了咱们家小司鹰的福气呀！走，回宗门。现在就算那蒙太极本体亲自降临，老夫也要让他知道，咱们主峰大殿的门槛不是谁都能跨的。大师兄，师傅交代了，咱们主峰大殿现在可是名门望族中的望族了。既然师傅都变帅了，你这个当爹的怎么能像个野人？赶紧让我给你修剪修剪。老六，你滚远点！你那手艺，上次差点把二师弟的耳朵剪了。是真的。爹爹，吃果果消消气。思云觉得爹爹不管长什么样都是最帅的。还是囡囡疼爹。别闹了，思英在仙府里得了一份剑神心法，说是要把平心剑意交给诸位师叔呢。那个囡囡啊，这不好吧？咱们当修仙者的还要侄女来教功法。哎呀，太内别说打者为师，八师叔你这招乱劈柴破绽太多了，看思雨的。哎，万音，你说这种日子要是能一直下去多好。一定会的，谁敢来破坏这份安宁，咱们就让他魂飞魄散。